好，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许医师。好，各位亲爱的台中以及从台湾北中南各地来的同学，来给自己一个掌声。对，刚才说要把我抱上来，我是担心运动伤害，再怎么瘦也有60几公斤。好来再提醒大家，手机麻烦记得请关静音或是放在飞行模式。好，首先谢谢我们的合唱团从台北专程下来。那我们合唱团还是持续在招生中啦那我们这个合唱团的指挥老师现在有要聘他当我们赛斯的这个音乐总监是吧？以后要负责为我们赛斯来出非常多的这个音乐创作，对不对？好，那徐师也开始邀他开始试着用 AI 啦来创作一些音乐因为音乐是全球共同的语言嘛，那我们也希望用音乐的形式来做赛斯心法的推广，好不好？所以我们就聘任他来当我们这个基金会的音乐总监对，好，那有兴趣想要参加合唱团的人，麻烦跟合唱团报名好，那刚刚罗娜那个新书有拿到吗？就是没拿到。没拿到我们有一本新书是这个绘本，对不对？叫苏玛丽醒来了那苏玛丽是赛斯提到的9大意识家族其中之一那苏玛丽的本质是好玩、幽默、创造性她不喜欢严肃。那苏玛丽喜欢投胎在春天。那苏玛丽喜欢和平的时代，不喜欢战乱的时代。那苏玛丽是喜欢自由开放的社会氛围，所以社会上比较不和平的时代或是比较集权统治的时代，通常苏玛丽不喜欢投胎在那样的时代跟地区，因为他们渴望一种精神上的自由。那如果苏玛丽投胎到这样的地区是为了研究，是为了体验。好，那苏玛丽最重要的特质是她把来地球当成是来什么？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当玩耍。对，她不会用一种很严肃的态度来看待人生。好，所以基本上怎么样具有一个好玩的一个心态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后面陆续的同学进来那如果没有位置的话，志工帮忙引导一下帮忙引导一下。我看还是有些空位还是有些空位。好，那刚才上来前，我们的志工同学特别要许医师先充当一下这个超级推销员就是要什么天天开心是，然后天马行空，天作之合，天天快乐，天赐良缘对，那这个，因为我以前在台北市立仁爱医院我的家医科专科医师的训练是在台北市仁爱医院那时候有轮值到了急诊科，那当急诊科的医生那时候急诊科有一个男护士跟许医师的合作跟互动就蛮开心的。后来那时候我结束了在急诊的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他就送我一张小卡片上面就写这个认识小天天，天天星期天因为那时候我留一个小辫子，后面留一个小辫子，他就还画一个医生
啊，一个小男生穿着医师服，然后后面有一个小辫子，那张卡片啊，所以这个认识小天天，天天星期天哈，就变成我的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自我形象哈。那以前都会陪我妈妈看电视节目嘛。那以前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天天开心》，我不知道老一辈同学记得吗？天天开心，天天开心。我记得好像是那个九雄是吧？石松，对，石松主持的《天天开心》。那以前中午好像12点半还是12点，对，我都会陪我妈妈看那个电视节目哈。对，天天开心是很重要的。好，天天开心非常重要。那今天回到我们讲健康的主题哈，那我先从这个快乐来提哈。好，赛斯讲过，所有疾病的第一个症状，好，其实既不是疼痛，也不是发烧，好，也不是所谓的体重减轻，好，也不是在脖子哈莫名摸到肿块哈。好，要么就是淋巴肿哈，要么就是头颈部，要么就是鼻咽癌哈的一个概念哈。很多疾病或癌症的第一个症状，哈，都不一定是我们所谓的医学的症状，而是你到底多久没有感觉到快乐的情绪？好，因为有时候你们会去安排做身体检查，好，说未来心理师工会会不会安排做心理检查哈，就是成年人哈，每3年要做一次心理评估，对，心理健检。因为我们现在有身体健检，之前就有办法透过身心灵来自我检查、自我面对、自我检视。对，真正的预防医学不是在身体层面，是在哪里？心理层面。各位，但是因为我们的医学跟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往这个方向进步。所以我们现在的医学的预防医学还是在悬崖的下面放一辆什么救护车，就简单来讲，还是等你的身体出了问题了，你才在那边恐惧、焦虑、追踪跟抽血跟做超音波。各位，好，但是在这心法的你可以不生病。好，今天我们讲的当然是肉体的疾病，可是在肉体疾病之前，其实好多年之前你就已经自己出问题，但是也许你根本不想面对，不想承认，也没有人告诉你，你可以从那个方向来检视你自己。举例而言，好，大家知道徐氏在做很多癌症身心灵的这种疗愈，好，包含我们的这个有在做这个什么心灵驿站，心灵驿站的一个部分哈。那其实有好多的癌症病人来告诉我，其实在得癌症之前很多年，他可能就已经忧郁了；得癌症之前很多年，他可能就已经失眠了；得癌症在很多年之前，他就已经很久不觉得快乐了。对，什么价格？毛猪现在价格多少？你为什么那么关心毛猪的价格？好，对，手机麻烦再注意一下哈，不然它会定时播报出今天毛猪的价格大概多少钱，好不好 ？OK， 我听到的是毛猪，不是毛猪哈。机票的价格是，为什么机票听成毛猪呢？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你罹患疾病的这个椎间盘突出，好，你说一早起床，好。在某一个姿势或坐小板凳的时候，小板凳的时候，你再叫我瞪你哈。坐小板凳的时候一起来对，就好像2只脚被电到，然后就按照你压迫的哪一节跟压迫的程度决定是这样，还是决定是躺在地上就不能动了。各位，可是当每次我发作这个急性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我会觉察
在前1个礼拜到前2、3天，我起床的心情是郁闷的。这位同学，你是急性椎间盘也突然被许医师说中到你的感受吗？好，来，我会发现，在我发作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的前1周，其实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心情是低落的了。好，有一点像各位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才刚放完年假，又放228，接下来你今天可能就会发作，因为你明天要上班。我昨天已经开始在看明年过年是几号了，你知道吗？我已经查好了，明年过年是2月6号，好像是礼拜6还礼拜天？啊？你看礼拜天是？我已经在看明年的过年了，2月6号礼拜天，然后看明年过年是放几天假，你知道吗？我们竟然这么可怜，才刚过完年，已经在等着明年要放假了。各位，为什么不能天天过年呢？就像为什么不能天天开心一样。好，所以你今天晚上就会发作椎间盘突出。为什么？因为你心理上明天不想起床，你明天不想上班，也不想上学，也不想做早餐。各位，就像我今天出门，我太太好高兴哦，终于出门了。他最近才跟我说，他要帮我报一些才艺课，有没有？好，就像父母把很多那个小孩子送去上才艺课，或送出国参加夏令营，好，父母就可以放假一样。他这几天放假，他过得痛苦不堪，因为我从来没有休这么多的假。对，就是很痛苦、很矛盾的概念。好，那刚刚讲到什么？啊，今天晚上你们可能就会发作，为什么？如果明天可以不要起床多好，如果明天可以不要上班多好，如果接下来好财务长不跟你联络多好。各位，好，来，我先来举一个，好，昨天看到的一个这个陆剧的一个片段，叫《许我耀眼》是吧？我还没看完，《许我耀眼》是赵露思主演的嘛？好，那我先讲，我觉得赵露思会成功，有一部分是因为她曾经在台湾留学过。好，所以在台湾留学过、台湾成长的华人思想是比较活泼的。好，思想是比较活泼，是比较有创意。好，归功于我们社会的混乱跟政治的混乱，它就不是那么制约。好，所以台湾现在是一个思想很自由的地方，那自由基本上就会产生很多的创造力。好，所以在赵露思主演那个《许我耀眼》那部陆剧里面，我看到很多跟人性有关的东西。那其中有一段就是他那时候去陪伴他先生的弟弟，那先生的弟弟去学骑马。好，可是这个弟弟其实很不平衡。自从赵露思嫁到他们家之后，他发现常常陪伴他的哥哥开始去陪伴自己的太太了。然后这个弟弟本来的父母就很忙，大家知道大陆很多父母孩子是不在身边的。好，他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幼儿园、小学就会送到城里面去念书，送到重点的中学、重点的初中。好，所以大陆很多的小孩甚至从小不是跟父母长大的，是跟保姆长大的，然后从小学、初中、高中，甚至根本就不在父母身边，所以非常多的小孩因为被以学习为重，所以他们内在对渴望得到父母亲的爱，跟那种从小爱的匮乏是很强烈的。好，那个赵露思主演的那个女主角的先生的弟弟就是在这个情况，所以他其实是很讨厌这个大嫂的。因为大嫂嫁进门了，哥哥就去陪大嫂。
那父母亲本来就忙着做生意，好，所以其中剧里面有一段是他在学骑马的时候，他故意有意识的把脚离开马凳，故意有意识的把脚离开马凳，故意有意识的急拉缰绳，让马急停，然后他就可以怎么样？从马背上摔下来。好，当然小孩子不知道他摔下来的结果有多严重，当然最后是把骨头给跌断了。可是当他把骨头跌断的时候，他的嘴角是往上扬的。各位，他的嘴角是往上扬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马上奔跑而至。各位，那当然就哦一，就是9份的哦一哈，9份出产哦一嘛。好，当然就哦一就到了医院去了。到了医院，来有没有很多亲友通通来了？好，那时候赵露思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说：“你们应该放下今天手边的工作，你们应该在他的床陪伴他，因为他是有意识的让自己跌下马，他是有意识的让自己受伤，因为唯有出此下策，他才能够得到他要的关心。唯有出此下策，他才能逃避他想逃避的功课也好，体育课也好，英文课也好，或是不想面对学校的人事物。对，好，所以许医师再回到讲，你可以不生病的这个概念，从再次身心灵的观念，许医师再给大家一个最新的医学概念：你不要等身体出问题了，你再去做医学的治疗。因为根据许医师的经验，我刚刚跟各位讲过，不管是重大疾病也好，甚至感冒也好，甚至就是一个急性椎间盘突出也好，其实在那之前，你心里已经开始抗拒了。来，我再跟各位讲觉察了，抗拒什么？抗拒你明天要去上班，抗拒什么？抗拒你可能明年过年又要回婆家煮所有大姑小姑要吃的东西。抗拒什么？抗拒你其实不想出门。抗拒什么？抗拒你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或抗拒你不想看到的人事物。各位，你心里面其实已经有一种不愿意了。各位，这个不愿意，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不愿意，可是这个不愿意很容易在我们的自我意识上被怎么样压下去。那个不愿意是什么？不愿意跟这个人见面，不愿意今天去做这件事。可是这个世界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我们愿意的。各位，好像我跟我太太的相处也是这样，因为我像狗一样，狗是一天到晚都要往外跑的。我太太是猫，猫就是每天猫在家里的概念，所以猫跟狗在一起怎么会是幸福的婚姻呢？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好不好？好了，这是开玩笑的哈，各位。所以其实回到刚讲，在你的身体出问题之前，其实好多时候你的心里早就觉察到了。可是第一个，没有人教各位什么叫心理的自我觉察。对我们的自我意识，因为每天要过日子，每天要送往迎来。好，虽然我们不是做特种行业哈，虽然我们做医疗业也是送往迎来呀。送就是送病人出院啊，迎就是 new patient 要in charge 要进来啦，要接新个案啦，一样送往迎来。今天就算你是理发业、美发业，也是送往迎来。各位，那因为自我意识每天都要跟着日子走，所以你非常容易就把心里面的心情、心里面的感受，把它怎么样？就跟他感情赶快放一边啊。于是最后，当身体出问题的时候，来，各位从身心灵的角度来讲，身体产生疾病是身心灵最后防线的崩溃，身体才出疾病。所以，当我们在讲身心灵3大定律，跟各位讲，身体天生是健康的，身体天生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自
布偶疗愈力。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各位，很多人无法理解，身体怎么会天生是健康的？那么多人在生病，你没看到？好，这个世界除了 7-Eleven 之外，生意最好的就是医院呐。各位，身体怎么会天生是健康的？身体怎么会天生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不然医院怎么会是这么热闹的地方？从早到晚，各位，好像许是的一个大学同学，这个有些大医院，各位夜诊会看到晚上11点、12点。有时候我看到10点多，我都觉得自己很命苦了。大医院里面的夜诊，就看到晚上12点以后，因为病人一定要看完医生才能下班啊。各位，为什么生病的人这么多？为什么医院的生意这么好？那是不是抵触了我们刚讲身体天生是健康的这件事？各位，其实不是，是身体本来天生是会让我们保持健康，身体的确也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可是因为身体是供我们学习的一面镜子。各位，如果这是一份诚实的考卷，你不会在上面乱写答案，老师还给你100分。这个老师又不是黑莓，又不是瞎子。来，各位明白许医师的比喻吗？你不可能期待身体像一张神奇的考卷，你在上面涂鸦乱写，选择题你给他打圈叉，最后你还期待自己得100分。各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身体作为灵魂学习的工具，身体必须反映出你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情绪。身体作为你活生生的灵魂，身体不得不反映出你这一辈子的每一个思想跟每一个情绪。可是你想想看，你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情绪都一定是帮助身体健康的吗？一定都是对的吗？这样可能有吧？很笑欸。你有多少负面思考？你有多少不甘不愿的情绪？你有多少的愤世嫉俗？各位，先举个有趣的例子，今天我坐高铁到台中嘛，然后车子还没到站，就下车在那边门口等，结果一个打扮算非常得体的老先生就骂我，你，因为从高铁的门到车厢要下车的地方嘛，我站在门的外面跟车厢之间。老先生说：“你挡到那个门了，后面的人出不来，车子还在行驶当中，根本还没到站。”然后我就看他一眼，你是哪里有病？没有，我心里在想，我没有这样讲。你是哪里有病？后来他终于说出答案，他太太还在门里面。可是他太太是可以走出来的啊！对，我有办法一个人把门塞死吗？而且我最近又减肥了，最近又瘦了5公斤。你这样侮辱一个努力减重的人，我不可能把门都挡住。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太太是可以走出来的，而且列车根本还没到站，然后就骂我：“你还觉得你有道理了吗，年轻人？”我的气就消了，因为他叫我年轻人。各位，你无意当中避过了杀身之祸，他自己可能都没发现，因为他讲了年轻人这3个字，逃过一劫了，不然他可能有性命之忧好，这是笑话。后来我就跟老先生说：“你有需要那么急吗？”因为他可能担心下车来不及，因为他可能在生他太太的气。为什么太太没有跟上来？他不是生我的气，他生他太太的气。各位，是啊，他太太就走出来了，然后跟我说：“年轻人，你不要跟他计较。”我就跟老先生说：“老先生，你要有耐心一点。”好，其实那时候我很想跟他吵一架，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跟他打一架。你昨天跟老婆吵架？不是我昨天跟老婆吵架，
其实那时候我很想跟他吵一架，我很想跟他打一架。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来，知道人请举手。来，考试。来，知道人请举手。来，说话，站起来。发现我还是发现他？啊？发现谁？来，只对一半。发泄情绪是对，但不是发泄我，因为如果发泄我，就不是一个治疗师。对，治疗师不是逞个人一时之快，为了发泄个人情绪而把情绪宣泄在别人身上。来，还有谁知道答案？不是对我老婆不满，这不满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不是现在。好，来，谁知道答案？机会教育是对的。好，老先生也需要被教育，我不会放过教育他的机会，我不会惯着老先生的。来，知道什么？避免他下一个灾难。避免他下一个灾难，为什么避免他下一个灾难？你答对一半。来，还有为什么避免他下一个灾难？我在帮他疏解他的情绪。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如果跟他吵一架，如果打一架，我其实是救了他。你会上报啊？各位，如果我跟他吵一架，我跟他打一架，我会帮了他，因为他的情绪很满到他其实是任何一个小事情，他都会因为愤世嫉俗、怨天尤人，跟对他太太的不满，他只要逮到机会，他就会发泄。那他如果不发泄出来，对他的身体会不会更糟糕？会，他要么就是急性发作，任何的疾病，他要么就是中风。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对，如果我跟他吵一架，其实我是在救他。高铁会误点，对，高铁会误点。好，来，我在讲情绪，各位，那时候其实我很想跟他吵一架，其实是因为我想帮他把脓挤出来。你们知道我在说的意思吗？我在讲身心的双关语，我想把他把脓挤出来。老先生，我没有挡到路。老先生，你对你太太的愤怒跟太太没有跟上来，不要转移到我身上。老先生，你这一辈子活到这个辈子，你觉得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你想象的样子。你对很多这个世界年轻人的愤怒，不要转移到我身上，因为我不是年轻人。虽然谢谢你称我为年轻人，对，因为他累积非常多的什么愤怒。他累积非常多的愤怒，那个愤怒如果没有被看见，如果没有被对撞，如果这个脓没有被挤出来，他可能会变败血症。知道我在讲双关语吗？各位，我在讲身心灵是一体的概念。好，我们再回到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就你不可能期待上帝造了一个身体，你在上面胡写乱写，最后你得到100分，因为身体必须作为你的作业本。对，任何你的一个情绪，任何你的一个意念，任何你的一个想法，都会反映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甚至每一条肌肉。来，我再举椎间盘突出也好，或是所谓的腰椎滑脱，或所谓的下背疼痛，其实是非常多到中老年的人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好，包括我的外甥，大姐的大儿子。他的大儿子最近另外一间房子要交屋了，眼看着2000多万的贷款要背了，对不对？就是借，舅舅会给他壮胆，壮胆知道哈，就是口惠而不实的概念啊，舅舅会给他壮胆，眼看着房子要交屋了。2000多万的贷款要立刻背在身上，可是又舍不得把房子卖掉，因为想住新的比较大的房子，旧的房子想租出去赚租金。各位，这时候压力来了没有？来了。恐惧来了没有？来了。恐惧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压抑下去。来，各位跟我念一遍，恐惧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社会
教我们的防卫机转。承认恐惧多丢脸，而且说有什么用？妈妈会榨更多钱给他吗？爸爸就会因为这样去上班吗？不会。各位，我们的社会教我们的恐惧第一件事是什么？压抑，不承认就没有事。可是恐惧多不多？各位，恐惧多啊，恐惧多啊，各式各样的恐惧啊。是啊，好像我太太这样就是很恐惧我退休。我今天出门她好高兴，她好高兴，她要整天在家就乐着在家。对，在家完全可以做她自己。好 ，OK， 恐惧多不多？多。各位，尤其是很多恐惧，你讲1次、2次、3次，没有人要听。再来，你讲的那谁能帮你？各位，不工作就是没有钱赚呐，物价就是一直在上升啊。对，是啊。好，不过那一天倒是看到一个蛮令人觉得还蛮安慰的心情哈，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觉得房价一直涨好高，对不对？好，可是那天听到吴淡如的一个理财的一个概念。他说，房价的年涨幅，其实在整个所有的东西里面，算是台湾的房价算涨得不多对，以长期的角度来讲，台湾的房价算在平均值里面算涨得不多，对不对？我想一听就突然觉得好像好多了，虽然房价还是很高哈。对，对比其他的东西啦，是好，所以刚刚讲物价在涨。好，不只是台湾，包括美国也是。大家知道，美国人现在苦哈哈，4000多万的人在领食物券呐、粮食券呐。各位，美国4000多万人，我那天还特别查一下数字，有这么夸张吗？各位，就是这么夸张。粮食补助券，买东西要靠粮食补助券。美国有4000多万人，全台湾才2300万。对。所以他才2300万，美国有4000多万人在领粮食补助券。好，那一个美国人讲，以前拿100块美金到超市可以买一车子的东西，现在买不到1/3，买不到1/3。那川普最近不是又发动了跟伊朗的这个部分吗？各位很简单啊，转移国内压力啊，然后最好抢伊朗的石油啊，来填补国内的问题呀。可是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贸易逆差，是全美国的消费跟收入不成比例呀。因为美国走过那么繁荣的事，他们习惯消费了。各位，所有美国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当你的消费大于支出，你就是负债。就算你去掠夺台湾、掠夺南韩、掠夺日本，不管去夺再多，你都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基本结构。那个基本结构是什么？你的消费大于什么？支出。不，你的支出消费大于你的收入。各位，好，那这几年为什么东方国家也好，东南亚也好，台湾、日本、南韩也好，因为大家很努力、很辛苦、很勤奋，大家用丢不丢？所以我们那么多椎间盘突出就是这样来的。不然呢？对，一个家很奇怪，像财务长很简单，就是 input 跟 output 嘛。整个基金会每个分会 input 跟 output 就是2个指标而已嘛。各位，所以整个美国的问题都不在那些骗鬼的东西，都不在那些骗鬼的东西，就是一个问题，你的消费跟你的收入的问题。是啊，好。那刚怎么讲到这里？讲到椎间盘突出跟什么？涨价压力、恐惧。各位，恐惧赚不到钱，恐惧养不了家。对，恐惧想休息又不能休息，恐惧被看不起。对，所以当家庭医学科也好，当医学界也好，鼓励大家拼命去做健康检查。各位，当然，健康检查总比你生了病再去医
好一点。可是真正的医学不是在身体的健康检查，刚学士已经讲了，身体出问题是最后一关了。在身体出问题之前，回到刚学士的第一句话，你好久就觉得不快乐了，你好久就觉得活着是一种压力，活着是一种辛苦。各位，所以我老实跟各位讲，当你强烈的很久已经不觉得快乐了，当你骨子里你的感觉基调是人生就是辛苦的，人生就是一场压力。假设现在有人告诉你，你被诊断出癌症，你第一个反应是嘴角往上扬。来，怎么样？终于，第一个终于有一点改变了。不再是每天过着日复一日的不快乐跟没有出路的人生，因为出路已经在那里了。以前都在医院的地下室2楼，对不对？冰柜在直接通往天堂的太平间。你的第一件事情是嘴角往上扬，我终于可以解脱了。我终于不用再承担这一些东西了，我也不用再背负房贷了，我也没有过完年要不要去上班的问题，我也没有要找工作的问题了。所有我面对的问题都怎么样？解决了。当你很久没有感觉到快乐，当你觉得人生是一个苦难，人生是一个折磨，人生只是责任跟压力而已，当有医生告诉你你被诊断出绝症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嘴角往上扬，终于可以结束了。对，就好像你在一段痛苦的婚姻里面，好，两个人开开心心的出来，各位嘴角是什么？往上扬，因为刚办完离婚，终于可以彼此祝福，不再牵绊。各位理解我在说什么吗？或是你去出一个很不开心的差，终于出差结束要回家了，嘴角什么？往上扬。来，再讲个笑话。好，许是去年12月24号本来要飞到大陆去办工作坊，后来在飞机上恐慌发作。好，对，飞机已经往后滑，要进飞行跑道了，我就举手说我不舒服。后来空服员马上通知机长，飞机滑回去。然后当滑回去的时候，我就再举手说我好多了，可以起飞。我好像觉得我没问题了，因为恐慌发作就是30秒1分钟的事，我好像觉得我可以了。空服员就说：“先生不要勉强。”意思是说你必须要下去，你不能不下去了。我们飞机已经又往回靠回去了，机门都已经要打开了。我说我不下去不行吗？我没有这样讲，他的意思是说你得下去，因为我们不想承担这个风险。有了解吗？好，当那时候我一开始我觉得很丢脸，好，但是我的嘴角往上扬，为什么？开始度假了。各位，我的嘴角往上扬，一路坐着机捷，悠悠晃晃的晃回家，同时觉得很丢脸。在坐机捷之前，先要被轮椅推到机捷门口。没有戴口罩。好，坐着轮椅被推到机捷门口，对，一方面觉得很丢脸，一方面觉得很抱歉，对不起，这个大陆的主办的同学，一方面嘴角往上扬，打电话给特助，我下飞机，不是还有1个小时吗？我从原来的飞机从登机口又再回来了，同时觉得很丢脸，同时觉得很对不起，对岸主办的同学，同时嘴角怎么样？往上扬。各位，好，我再回到刚讲，你可以不生病，你为什么不生病？你当然要生病，你当然要生病。我们多么需要生病，
因为生病也是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其中的一个项目。生病也是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其中一个项目。各位，你不能说 create， 你不能说做菜一定是好吃的，一定有难吃的菜嘛？你不可能每一道菜都好吃。但是我真的现在觉得每一道菜都好吃，因为最近减少食量，就大概瘦了4-5公斤。好，那等一下这我再讲哈，这个代谢症候群跟脂肪肝的问题。好，但是我先讲个最具体的，这件裤子我本来穿不下，好，雍安的那个裤子，好，我最近拿起来发现穿得下了，就第一次发现原来减肥有这么多好处，特殊是说环保，是说赚钱呐、啊。对，本来穿不下的裤子现在穿得下了，穿得下了。啊，这样，对，背来，出来，背来 ，M4 腿在，各位，竟然穿得下了，啊，昨天就是穿这件裤子去骑那个 U bike， 啊，真的可以省很多钱。可以看8块7吗？才6块，还没有到8块。听说要先减重再重训。不然减不下来，那先减重再重训。对，是好，来，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哈。刚讲到哪里？再倒带。当然要生病啊！啊，当然要生病。哎，对，玉文，好，当然要生病，因为生病也是我们创造的10项之一呀、啊。各位，当我没有办法有个台面上的理由，我会用生病来休息，我会用生病来说不是我的错。可是你在一对照之下，你避免了一次出差，你避免了进入职场，你避免了去面对你讨厌的人事物。来，我还是要回到儿童。对，因为儿童的潜意识跟人类的潜意识跟成人的潜意识是不一样的。好，因为在成年人之后，我们的自我意识跟潜意识其实是分得比较开。所以儿童阶段，儿童是比较觉察到自己的潜意识，所以儿童几乎是有意识或半有意识的知道自己是意愿自己生病，他才生病。来，意愿这2个字请画框框。儿童几乎是有意识或半有意识的知道，在他意愿自己生病之后不久，他才生病的。他也知道他为什么意愿自己生病，因为在逃避上一场体育课，在逃避上他最讨厌的英文老师的课，在逃避一场体育活动他不喜欢，或是他每次都考第1名，万一他这一次不能考第1名怎么办？先发烧，有备无患。先生病有备无患，如果生了病之后你还考得很好，老师跟父母就会觉得真了不起啊，这个小朋友发烧生病了还考这么好，真不容易。生病如果考不好，父母心就会心疼。你看生病了，果然影响到这一次的考试，因为拉肚子了，因为拉在裤子上面了，所以没有办法，因为肚子痛而都挂急诊了，都已经吊点滴了，都发烧到41度了，怎么考试考不好你还能责备他？你有没有良心呢？所以以前我每次大考都会生病。高中联考，我高中联考出德国麻疹，对，有啊，对，发高烧，各位。因为太不能接受，万一考不好怎么办？万一让父母失望怎么办？太不能接受了，我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我怎么可以没有这个德国麻疹？我怎么可以没有这个发烧？各位，对，就发了高烧还考这么好，因为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各位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对儿童来讲，他们是意愿。有意识或半有意识的意愿自己生病，但是这个有意识且半有意识的意愿自己生病这件事情，到了成年人就是无意识的直接让自己生病。来，各位，无意识，你懂我意思吗？当一个东西养成习惯，就变成无意识了。来，各位，你有没有试过一边讲电话一边无意识的做一个动作，洗碗或是折衣服，或是无意识的
手机拿来，密码马上按，马上无意识的去操作，来有没有？来，各位，这是潜意识的意思。当一个东西变成习惯了，它会直接跳过意识自我，潜意识直接自己操作，最后你不会觉察得到。各位，你想想看，在生活当中，你有多少东西你是可以无意识的去做？来，你可不可以一边找路一边开车，一边踩刹车，一边踩油门？请问你们现在每次踩刹车、踩油门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回答我。你一上车，你踩刹车、摇油门，你有没有去分哪一个是刹车跟油门？然后我现在踩刹车了哦。来，你会不会一边找路一边开车？你会一边讲电话一边开车？你会一边跟朋友聊天一边开车？所有你的踩刹车、踩油门都是什么？回答我。无意识的，各位懂了没有？因为它已经在无意识里面自动操作了。而成年人的生病的机转就是跟这个机转一模一样。很多东西你无意识的让自己生病，无意识的让自己得癌症，无意识的让自己发烧，无意识的让自己得椎间盘突出，你不知道，因为这已经变什么自动化的无意识了。来，我再回到椎间盘突出，先讲这个概念。一个深层的被压抑的恐惧，导致下背部脊椎的神经受压迫。各位，一个没有被释放的恐惧，一个没有被承认的恐惧，一个没有被足够面对的恐惧。但当我听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各位要求啊，全世界每个人都中。来，台海什么时候战争？听说习近平在跟川普通电话之后，川普注意到一件事情，讲到台海问题的时候，习近平的呼吸声比较大声。没看到这个报道吗？最近川习通话啊，川普跟习近平通电话啊，那两个一定会谈到台海问题嘛，对不对？习近平一定会川普讲啊，你卖台湾那么多武器是要干嘛？啊，什么意思？对不对？就川普讲了，他跟他的幕僚讲了，本人川普在跟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台海问题，习近平的呼吸变得比较，呼吸声听得到了，来，表示什么？习近平非常在乎什么？台海问题。各位，好，来，我来讲恐惧。请问现代人恐惧多不多？多啊，多啊。来，今年年底要出一本书，叫《越老越有用》。由许医师发想，丽娜执笔。来，为什么要写越老越有用？因为太多的人担心年纪越大越没用啊。越老越没用，开始身体退化，进出医院从你卧床到往生，各位来，台湾的数字是多少？8年了。卧床到往生呢？平均7、8年平均。各位，所以床买好一点的好不好？有这么长吗？麻烦再帮我查一下，来吗？7到8年是台湾人从卧床到往生7到8年。各位，你听到有没有开始觉得夭寿哦？从卧床，那如果加上坐轮椅呢，可能就更长了。从坐轮椅到卧床到往生7到8年，平均，那你们都打算过这7到8年吗？来，想到脚尾冷不？对不？老了怎么办？那现在年轻人听说又不太有孝顺的概念，来，更没有奉养父母的概念。来，你们家女儿在笑了对。听说现在年轻人不太有孝顺跟奉养父母的概念的，常常跟父母说年纪大靠自己对，轮椅要自己，对，各位，来，其实不是在讲恐惧，对不对？我在讲我们有那么多的恐惧，可是我问一句话，因为这么多的恐惧有没有被面对，还是甘吉抗疾病，甘情没甘情？感情抗疾病，你有那么多功夫去面对恐惧，
谁有那么多美国时间去觉察恐惧？谁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处理恐惧？怎么处理？来，各位，直接转成疾病比较快。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来，给个鼓掌。把这么多的负能量、负情绪，直接无意识下，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说话，一边开车一边找路，一边开车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无意识的在踩油门跟刹车，这就是我们的无意识的计算。你可以无意识的直接把这么多负能量直接转到疾病去，最后去看医生、去打针、去吃药。各位，这样知道什么叫你可以不生病了吗？各位。它不是已经从身体的层面，各位，当我们觉察力没有那么好，我们目前还在这么进化、这么落后的地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病，再回来觉察我们的心理，可以的。好，这是以前修行人讲的菩萨为因，众生为果的概念。菩萨是找原因，众生去遇到结果了，加要求啊，跟直接等水完因的丢啊啦。好，菩萨是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知道事情的原因在哪里，而处理原因让事情不发生。同样的，身心灵的健康也是一样。我刚刚讲，我们有这么多的负面思考，这么多的恐惧，从出生到现在，从刚刚许医师讲的，平均台湾人从卧床到往生7到8年，这7到8年你怎么过？谁陪你过？各位，钱够不够？好，还有，如果没有买房子的人，听说未来房东不喜欢租给年纪大的租客。各位，那如果你今天年纪大了又没有自己的房子呢？听说将来的房东，现在的房东就是了哈，不喜欢租给年纪大的租客，如果那可能出去租不到房子了。那你就不能让他看身份证，只能让他看脸部辨识。来哥，我们现在就不能看身份证，要什么？脸部辨识。啊，如果一张可以骗人的脸，有没有？这还不错。来，各位，平均卧床7到8年才往生，这7到8年你怎么过？物价又上涨。来，我在讲什么？恐惧。好，恐惧不是问题。刚刚许医师讲的下背，尤其是神经的压迫，是深层未被面对的恐惧。关键在未被面对，不在于恐惧本身，关键在于没有被承认的恐惧。听说康景恒3年后也要家屋了，是吧？所以你的腰椎痛可能是在3年后，还是最近开始了？好，各位，是啊，所以问题不在于恐惧，谁都有恐惧。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人告诉各位这种预防医学，没有人告诉各位怎么去处理我们的负能量跟负情绪，跟如何去面对被压抑的恐惧，如何去觉察没有觉察的恐惧。各位，是啊，这个东西是无所不在，包含许医师在内也是。来，再回到最近的健检的，好，去年11月26号，我太太找我去做一个健康检查。好，虽然我是家医科的医生，好，以前的专业就是每天帮人家做健康检查，但是我自己却10-20年没有做过健康检查。那去健检，对，脂肪肝，脂肪肝也就算了，台湾大概有1/3到2/3的人都有脂肪肝，啊，因为有脂肪肝才可以给你下这个诊断，下这个诊断你才可以每半年回去追踪一次，他才可以消费健保，医院才有生意，因为你的收入就是你的看诊就是医生的收入，各位明白吗？所以机器一定要调到最敏感。如果没有脂肪肝，也要说哦，你的肝比较粗糙哦。各位，好，就像为了健保给付，每个胃镜出来的最基本的消费就是慢性胃炎，这是低消哦。来，你们谁去做过胃镜检查，出来告诉你的胃健康没问题的，请举手。他上面给你打。好，各位，低消是什么？
慢性胃炎。后来我去问我们主任，那时候我是家医科医生嘛，我就问我们家医科主任，我说主任，为什么每一个报告出来都是慢性胃炎？我们主任跟我说，只要胃有在消化食物的，就叫慢性胃炎。来，我讲个笑话，大家吃凤梨知道哈，凤梨会咬嘴巴知道哈，往来嘎吹嘛，好，那是因为凤梨里面有这个东西叫凤梨酵素，好，凤梨酵素会软化肉质，会分解蛋白质，所以当你在吃凤梨的时候，凤梨也在分解你的嘴巴，凤梨也在消化你的嘴巴。好，可是因为它量不多，而且没有那么强的消化力，所以你在吃凤梨的时候，不要忘记凤梨也在吃你。它的凤梨酵素正在消化你的什么？口腔的黏膜，消化那些蛋白质，所以凤梨也在吃你。来啊，嘴巴会不会慢性发炎？听说有在吃东西的嘴巴就会慢性发炎，有在容纳跟消化食物的胃就会怎么样？慢性发炎，因为有胃酸，因为有各种食物的酸碱值。对，各位知道低消就是什么？慢性发炎。胃炎。各位，好，我们主任这样跟我讲，哦，原来是这样。好，各位啊，现在你们去做腹部超音波，低消是什么？低消已经快要变脂肪肝了。低消知道哈，进去至少要点一杯饮料或一个主菜，最低消费。好，或是你的肝比较什么粗糙，你才能每3个月跟半年回去追踪一次。好，所以去年我去，各位可是不是轻度，是什么中度，那就不是低消了，又不是低消了，各位啊，再来一抽血。好，比如说 GOT 40，GPT 80，好，40还在范围内啊 ，GPT 有什么80？脂肪肝，脂肪肝通常 GOT 在正常范围内 ，GPT 是 GOT 的2倍，这是脂肪肝的典型抽血数字。好，比如说你的 GOT 可能36，好 ，GPT 可能是70或80。就是 GOT 在正常范围内 ，GPT 是 GOT 的2倍。以后回去看你们自己的抽血报告，好，就是什么脂肪肝，各位。可是我是要练出6块肌的人呢，不是狠狠的打我的脸了吗？各位，好 ，HbA1c 竟然6.3，受到刺激的。好，马上上 AI 问。虽然我是家医科专科医师，还是要借助一下 AI 的辅助。AI 说你核心问题在于你的代谢问题，在于你的营养过度。好，你只要把体重减下来，所有的数字都会恢复正常。那这是我自己加的啦。于是开始什么减重计划。好，因为现在的人大部分吃太好，我们一般来讲吃太好，吃太多。那脂肪肝跟代谢症候群的概念是什么？不管是血糖上升也好，脂肪肝也好，胆固醇三酸甘油酯也好，各位，其实都是来自什么？你的营养过度，都是来自营养过度。可是各位，不吃多痛苦啊！去外面吃，像基金会中午要聚餐，你不吃吗？吃不吃？你不吃，别人也在吃。你是不是每道菜都会吃？喜欢吃的一道菜是不是多吃一点？各位，营养过剩，减重门儿都没有。下一餐再减。来，各位，好，我因为最近的减重，跟我太太就爆发婚姻危机了。那天我就骂她，你知道我是怎么开始变胖的吗？因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吃的不多，因为我的食量一直都不多。好，刚开始我都叫一个便当，一人吃一半。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说，嫁给你之后都吃不饱。对，你这句话多有侮辱性。
你娶了人家，人家跟你说嫁给你之后都什么？吃不饱。各位，你听到这句话，你还能怎样？你还能怎样？你还有办法继续叫一个便当？你还有人性吗？你有可能继续叫一个便当？有可能吗？各位，就开始叫2个便当。这就是我开始变胖的开始。很夸张，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可是当各自叫一个便当，各位，对我饭量已经很少了。好，基本上我便当的饭量，我大概就是吃1/3到1半，甚至到1/4。可是因为本人吸收好，大家知道我是客家人嘛，节省跟务必不放过每一滴营养，所以我的肠胃道跟我的个性一样，它会把所有的食物怎么样吸收殆尽。那我太太吃的其实比我多，他们在听啊，但是她不容易比我胖，因为她的性格是食物吃不完放那边 OK， 我们客家人是要吃完的，所以我的肠胃道也模拟了我的个性，它不会把没有吸收完的食物排出去，因为它是客家人的肠胃道。肠胃道分2种，客家人的跟不是客家人。客家人的肠胃道是什么？他会把食物，虽然不是像牛一样4个胃反复咀嚼，他会能吸多少算多少。不是客家人的肠胃道就是什么？算了就把它排掉吧。所以我们2个肠胃道不一样。所以吃一样的食物，我就会一直变胖，他就还 OK。各位懂我意思？因为我的肠胃道是什么？客家人的肠胃道。学校没有教，对不对？我今天教给各位了。好，所以我就开始从以前年轻时候的体重50、55，好到前一阵子应该知道最重的65.6。虽然我自我欺骗，我有在运动，我有健身，可是全身的肌肉就盖在厚厚的棉被底下。我一直都有6块肌，我其实有8块，我从年轻到现在都有，但是一直被棉被盖住。就像训拳也是一样，他其实全身都是肌肉，只是外面有一层厚厚的脂肪把它全都盖住了，所以肌肉显不出来。所以下次人家问你有没有6块肌，有没有？有，只是什么？被棉被盖住。OK， 好，那我们到中老年，当然第一就是慢性病，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来，徐师再举个慢性病。好，早上来的高铁上，这个特殊躯干徐师在讨论，因为他最近在跳国标舞嘛，他就一直觉得跟他的老师同学一直在争论一个东西。好，你们为什么觉得30、40岁之后人就应该退化，人就应该有慢性病？你们为什么觉得人在30、40岁之后就不能再成为运动选手？体力只会下降，不会上升。你们为什么觉得人在过了30、40岁之后，人就应该逐渐的体力衰老、体能衰老，然后开始身体走向生病衰弱的过程？为什么不是可以年纪越大，健康越进步，这体能越进步？他是在挑战他周遭的老师跟同学这样的概念。各位，因为的确一般而论，人的确年纪越大，体力越下降。人的确年纪越大，越不可能发挥各式各样的体育才能。一般而论，各位，所以人到40、50岁，理论上慢慢的没有慢性病的人越来越少。你至少都要有一个糖尿病跟高血压，你才跟得上潮流。低消，你至少要饭前血糖比较高或是血压高一点，或是有个什么东西的慢性病，你才称得上是低消。否则你连上医院的资格都没有，你会觉得你周遭朋友当中的异类，好像没有话题可以跟人家插入一样。吃什么药啦，看哪个医生啦，要卖书是？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结束再让大家用抢的。他在催我，等一下你们不买书，你们就死定了，好不好？等一下我们会让大家来抢书这个书带来就不要带回去，因为志工很辛苦我怎么脖子有点硬硬的？这
这是因为你在念我哈。刚刚讲到哪里？好像没有慢性病就没有低消，对，跟你的朋友聊天就摒除在朋友圈之外。大家就要讨论吃什么药，大家讨论血压多高，看哪一个医生。好，你最好认识一堆名医，以便将来中风的时候有用。来，是吗？各位，来，我再回到基本上来讲，好，你要知道，许医师讲的身心灵的概念，跟全世界、全台湾所有的身心灵不一样，因为许医师跟我们整个基金会讲的身心灵概念，它的基本根源是从赛斯心法出发的。整个基金会推广的身心灵是从赛斯心法的出发，各位，所以以后你不要看到身心灵就说啊，身心灵，对，就像担仔面也有分台南担仔面跟不是台南担仔面。那台南担仔面贵不贵？很贵啊，都是 Wedgwood 的餐具啊，好，卖身瓷器的餐具啊。担仔面有路边的担仔面，好，50块一碗的，好。也有台南担仔面500块一碗的，好不好？好，因为现在身心灵变成腐烂的概念了，那走出来都当身心灵老师，阿鱼鸭虾。来，许医师讲的东西，许医师跟基金会推广的身心灵概念就是赛斯的东西，不是赛斯的东西不会进基金会。啊，当然其他赚钱的还是要多少办一点哈，技术层面跳火圈吞剑的。对啊，对，但是在思想概念上不会引进任何其他的派别的思想，不会的。对，因为那是好理论基础。对，好，在赛斯的身心灵概念里面，人除了心理跟身体，最重要的是灵性的概念的引入。各位，所以越老越有用，它指的不是我们现在的机械式的创造的那样的一个科学概念，它引进的是灵性的概念。而且是灵性，是赛斯身心灵的灵性的概念，好，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是啊，好，包括我刚讲，来，赛斯在分析鲁伯的，好，鲁伯后来是好这个关节炎往生嘛，他说鲁伯的每一个恐惧的思想，都累积在他身上上千万条的肌肉的每一条里面。每一个恐惧的思想，恐惧什么？恐惧自己太有才华，书脉太好，好，先生又觉得太太成就比他高，把先生压下去了。对，每次鲁伯的书脉的很好的时候，他的症状就会加重，因为他开始在看先生的反应。各位知道我在说一个很隐微的心理的变化吗？当出版社通知他你的书卖得很好，他第一个是看到。好，那约瑟意识自我就会说，当然太太书卖得好，我有光荣啊，自己的太太书卖不好，怎么会不高兴呢？怎么会不高兴呢？看我的表情来特写一下，太太赚钱，书卖得很好，我当先生，我只会替她高兴而已啊。虽然我们家大部分的收入都是太太在赚啊，我怎么会嫉妒我太太鲁伯呢？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知道。如果约瑟赚的是鲁伯的10倍、8倍，他就无所谓。问题是吗？不是啊。对，每次鲁伯的书卖得很好，第二天他就开始关节又发炎了。然后关节发炎要下床或者要下楼梯的时候，好，他就会跟约瑟说：“你能来帮我的忙吗？”约瑟的心里就会有一句话：“你钱赚得再多，还不是要我帮你忙？你再成功，就算你是赛斯书的传递者，你最后不是还要靠我这个先生来帮你忙吗？”然后约瑟那边，就是夫家那边的人就会说：“你看这个鲁伯成就再高，他还是需要我们家的约瑟啊，对不对？好，就像对不对？我太太他们娘家有一点钱嘛，我弟弟也很会赚钱啊，有输他们娘家吗？有吗？大姐、二姐有吗？没有嘛。那万一我今天赚的不多呢？对不对？人家娘家又还不错。哎呀，我你是在外搞。现在大家知道徐师在讲很多很隐微的内心跟潜意识吗？这就是赛斯心法在探讨的。
所以这样的心理过程，这样的潜意识过程是不容易，它需要很多的觉察，很多的觉察。各位，好，我们再回到你可以不生病。好，徐师今天让各位觉察的是，我们有多少压抑没有面对的恐惧。好，再举到我外甥当例子，那天L5 到 S1， 第5节腰椎到第1节肩椎之间，急性椎间盘突出，压迫到这个神经，越往下越容易压迫到单侧完全无力，打了7针止痛针，到最后连吗啡都打上去了。大姐的大儿子啊，对，就他大姐就是你隔壁那个啊，许玉华许玉华，对，好，第一次到是看起来不错啊，其实今天看起来气色还不错哦，对，对，刚讲了，房子要交屋了，是啊，压力、恐惧，一个被压抑的，没有办法被面对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不容易，而且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因为随着社会或都市化的发展，人跟人的距离会越来越遥远。来，我开个玩笑，台湾不久之后要成立一个孤独部，对，内政部的概念。来，大家知道英国有一个孤独部，不是独孤九剑那个什么，我不是在讲一个武学秘籍，我是在讲一个行政会的部会，孤独部。英国成立的孤独部，聘请一个人来当孤独大臣，不是独孤九剑，叫孤独大臣，来解决全英国的孤独的问题。因为据说全英国因为孤独问题衍生的慢性病、衍生的身心问题、衍生的抑郁症、衍生的自杀，每年高达数百万。各位，比出生率低这件事情还要更危险。比出生率低这件事还要更危险，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后来我们的心情只能放哪里？放在心里面。你跟谁说？你孩子理你吗？各位，你多讲几句他就不想听了。跟伴侣说吗？各位，讲了也没有用。各位，就像我太太今天多高兴我出门一样，讲3次了，是吧？对，你的孤单、你的寂寞、你的心里的话告诉谁 ？AI 对 ，AI 刚开始 AI 很好用，久了你就发现他讲来讲去就是讲这些东西，也没有新的花样。AI 算命真的很准，而且真的很鼓励人。每次我叫 AI 帮我算完命之后，心情都好好哦，真的心情都好好。好，回到刚讲，未来我们的很多情绪的问题、孤单的问题、压抑在内心的很多恐惧的问题，对，包括痛苦。各位，我再讲句实话，你人生的痛苦去告诉谁？是啊，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在吵架的时候，我爸讲出最有哲学跟经典名言。这翁仔某的代志无法度解决啦，2个死一个都无问题啊。我爸就是这样死的啊。夫妻问题是没得解决的，都结了婚那一代呢，哪有讲离婚的事？来，解决之道就是什么？2个死1个。可是2个死1个真的有更好吗？其实不是，其背后也是一种小小的报复。如果跟我在一起那么痛苦，那我走了，你会不会过得更快乐？其实有没有？其实也不一定有。你以为有，所以各位要好好把握现在折磨你的人，因为当这个折磨不存在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更快乐。所以真正的修行是当这个折磨在的时候，你就可有办法解脱跟快乐，而不是等这个折磨不在了你才能快乐，这都是骗鬼。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是要先讲好，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讲至理名言。如果今天有任何造成你的痛苦的原因，不管是房贷、婚姻、亲子，还是物价上涨，
今天有任何造成你痛苦的问题，你期待这个痛苦的人事物解决了，你就轻松了。比如说你工作压力很大，你觉得哪一天我退休了，钱赚够了，我就轻松了。这婚姻让你很痛苦，你觉得哪一天你离婚了，解决这个婚姻了，你就轻松了。或是你的爸爸妈妈就是磨人精，折磨你，进出医院，进出安养院。各位，你觉得他走了你就轻松了？各位不要做你的春秋大梦，放你他妈屁的春秋大梦，你不会更轻松。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以前也误以为我妈走了我可能会轻松一点。对，每个月少了将近10万的开销，然后开始不用在那边接受情绪勒索啦，或是跟大姐抱怨最后大姐受不了，电话放旁边继续做她的手工。一讲就讲2-3个小时啊，谁受得了？对不对？我看姐夫那时候脚那个也是一个原因呢，因为之前姐夫脚那个好像末梢神经会痛嘛。你看我妈走了，他就好多啦。因为卡巴北当照嘛，因为之前都麻烦我姐夫嘛，麻烦久了人也会烦呐，人也会觉得又来了喜圣寺没有一个护士没被他骂过的。对啊，那你要怎么办？那人走了，你真的有比较轻松吗？没有。来，徐师先讲解脱。解脱是所有你的痛苦还在的时候，你就能够解脱，而不是当你的痛苦解决了，你才能够不痛苦。这就是我们在学的赛斯心法。解脱不是造成你痛苦的婚姻解决了，你的工作现在解决，你得到一大笔钱了，你就不痛苦了。各位，这都是你的妄想。妄想症知道哈？妄想症就是学是精神科的专业，就是妄想症。妄想你中乐透解决人生所有的困难，我告诉各位没有，因为会有其他的更痛苦的困难来。除非你在你的当下好好的去面对你的每个痛苦，然后去在痛苦还在的时候把它化解，在压力还在的时候把它解决。在你的痛苦源，我遇到那种亲子关系多痛苦的那天我就跟我太太开玩笑，因为她跟她妈妈常常会起冲突，又爱又恨。我说你现在跟你妈妈这样又爱又恨，哪天你妈走了，没有人让你又爱又恨，你会更痛苦，因为你所有的愤怒发泄的管道没有了，抱怨发泄的管道没有了。你会跟棺材里面那个人说：“起来骂我啊！你为什么不起来骂我了呢？现在没有人骂我了，我的内在的负能量出不来了。”我有一个个案，跟他相爱相杀的一个妈妈往生之后，她崩溃了，她跟我说：“徐师怎么会完全相反呢？我以为我妈走了，我会轻松自在。我以为我妈走了，我这辈子最大痛苦就是我妈。我以为她走了，我就会没有痛苦。没想到我更痛苦。她在我面前哭得像一只野兽一样，嚎啕大哭。各位，因为让她痛苦的人不见了，她的痛苦没有地方释放了。所以各位，赛斯心法的解脱是从今天，从当下，从今天让你痛苦的人事物当中解脱出来。而不是等那件事解决了，等你中乐透了，中你妈的特乐透了，中乐透。我知道你可以抱着一个梦想，让你不去自杀的梦想，但是它绝对无法解决你的根本问题。就好像赛斯讲，我们的医学只能治标，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疾病背后的身心灵因素，你治疗这个病，你只会得另外的疾病。医学在治标上很有效，各位，治标上很有效，但它从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过，它会换成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对，就是你的胃溃疡治好了，你会变成头痛，头痛治好了变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治好了变其他的慢性病。懂我在说什么吗？因为你从来没有直接化解什么你的负能量跟你的心灵的层面。这是目前人类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各位，可是目前人类就在这个进化阶段，跟源头的阶段是差不多的。没有发现我刚刚羞辱了全人类吗？顺便也羞辱了我自己，因为我属猴OK， 好，所以新的一年，我希望各位把自己的档次往上提升一下。再次身心灵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学师接触了40年，我才初窥门径啊，但是这绝对是你开悟解脱
的道路，这绝对是你身心健康的道路。是啊。好，再回到许医师的代谢症候群，特助在路上就问我：“许医师，你过一阵子会去抽血吗？”当然会呀、啊，我这么努力抗拒食物，对，看中午会吃多少哈，所以真的吃的少是一种考验嘛。我吃真的，我那天才骂我太太，跟你在一起怎么会吃的少嘛？各位，不容易的，不容易的，真的是很大的修行这样。好了，就回去拿回自己的力量，好不好？好，那你可以不生病来，因为新年嘛，跟大家再提醒一下身心灵健康3大定律哈。这3大定律比你想象的还要深。第一个，身体天生是健康的；第二个，身体有伟大的什么自我疗愈力；第三个，身体是心灵的什么里面镜子。对，然后各位不要离开哈，我们前面很多书，好，我们没有要卖书，捐款送书来。你有能抽不？你有能抽不？安尼我靠有能抽不？天赐良缘，捐500大洋，送1本，是吧？送2本1000大钞送4本，天马行空折扣500，2本，天天快乐4本1000，钱钱，各位钱钱，赶快来消业障。赶快来笑啊！来开玩笑的啦。好，那我们今天讲座到这里哈。那下中午是我们的忘年会，好不好？那欢迎所有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忘年会。好，那忘年会吃完再减肥，好不好？当做减肥前的，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好，麻烦中午大家多吃一点，我们不要把菜带回去了哈。你看，就是这样才减不了肥的。好了，到前面来哈，谢谢大家。好，感谢徐医师带给我们如此震撼又实用的分享，让大家知道原来健康的主控权一直都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演讲之后，还能把这份感动带回家。在各位离场之前，别忘了这边的捐款证书活动。刚才徐医师所讲的精华，在书中都有更加详尽的引导。带一本书回去，就是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承诺。你的每一份捐款也都是在支持善施基金会。你的一点爱心，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让我们这个地方的场地费能够马上有解，那大家的福报也会马上有感，马上有钱。谢谢大家。